Man， 欢迎来到本次更新。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这双鞋 Kobe X Elite Low。据说啊，今年它将以 Pro 球的形式进行复刻。那我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我手上的这个元年版本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因为元年科比时代的配置是全掌的 Luna 龙加上后掌一个巨大的 Zoom 气垫，所以有很大概率啊，这一次的科比10 Pro 球确实会是一个升级复刻。中底的泡棉可能会换成 Zoom X 或者是 React， 就算把它换成 Cushion 也没问题，只要不把它的后掌气垫给阉割掉，那它整体的穿着体验就一定不会有下降，再不济啊，也能跟元年打个平手。10代跟9代一样，同样有3个版本 ，Elite 分为高帮和低帮2个版本，另外还有一个 EM 普通版。普通版用的是相对比较廉价的热熔鞋面，而 Elite 版本则还是用的 Flyknit 鞋面，两者在中底配置方面没有任何区别。而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个低帮的精英版本，在重量方面的表现还算不错，单支43码的重量差不多在370克左右，而且因为整体的重量分布做得比较均匀，所以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十分出色，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那基础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你对这一双鞋还有点兴趣，那就跟着当子的节奏一起来深度了解一下这双元年版本的 Kobe X Elite Low。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科比时代在网络上被吹的最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抓地，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穿过科比时代这一个鞋款的兄弟们，应该都不会说它有着历史级别的抓地表现吧？这只是当年啊品牌方宣传的东西罢了，而在实际的穿着体验上，它的抓地是否出色，可以说是完全取决于场地的好坏。如果在干净的室内木地板上，它的抓地确实非常出色，而且这种颗粒状的外底纹路对于每一个方向都能有很好的止滑效果，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在制动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给到我们太多的缓冲空间。但是一旦场地上面有灰尘，那它的止滑效果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基本上每一个回合都需要我们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的篮球鞋能有勉强够用的抓地表现。在干净的场地上，它确实能有非常出色的抓地表现，但是一旦到了有灰尘的场地上，它的止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当初宣传的时候说它的抓地有多么的出色，可能啊只是对于职业选手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毕竟我们普通的篮球爱好者，平时就算你只去室内场馆打球，碰到多灰场地的可能性也会比干净的场地要大得多，对吧？而且它的耐磨也比较糟糕，全掌的这一种颗粒式的纹路啊，打外场完全不用想，大家就老老实实的打室内木地板就行了。而至于它的中底，由于我手上的这一双科比时代的气垫啊，右脚的气压已经不是特别足了，所以我只能拿这一双鞋的体验和我记忆当中气垫饱满时的体验相结合，来给大家聊一聊它的中底表现究竟如何。首先这一代的后掌缓震可以算是科比全系列当中最为出色的，后掌的大气垫弹性极佳，即使是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双，虽然气垫已经没有那么饱满了，但是它依旧能给到我们非常拔群的缓震表现。我190斤的体重，即使是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时，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震脚感。而且相比7到9代这3代相对比较方正的后跟，10代的后跟明显会更加圆润，后掌的灵活度会比前3代都要更加出色。而且因为后掌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开放式的 Zoom 气垫，后跟外侧的形变空间也会比较大，在使用后跟制动或者是蓄力起跳的时候，后跟的触地感受也会比前3代都要来得更加出色，对于跑跳体验会有比较明显的加成。但是因为这一代的鞋头上翘依旧并不算特别高，所以啊滚动感还是比较一般，前掌也并没有硬质板材或者是气垫的加持，对于运动表现依旧没有特别明显的加成效果。如果你想要比较强烈的中底推进感或者是前掌反馈，那它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而至于中底的其他方面，它的表现依旧非常棒，中底的重心控制的比较合适，虽然不算特别的贴地，但是场地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前掌的 Luna 龙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也非常棒，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前掌的反馈非常干脆，非常直接，完全不会有一丝的泄力感。而且 Luna 龙大家也都知道
知道啊，它的衰减相对来说会比较快，在磨合完成之后，它与双脚之间的贴合度也会比现在一些搭载 React 或者是 Zoom X 的篮球鞋都要来得更好一些。而且为了避免在中底衰减之后脚感会下降，科比时代配了一副厚度非常可观的鞋垫，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中底重心并不是特别贴地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你想要得到更好的场地感、更低的中底重心，那给它换一副稍微薄一些的鞋垫就能轻松实现。当然啊，它的中底刚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以胜任任何强度的球局。虽然在中足部位并没有放置任何的抗扭件，但是抗扭完全没有问题，不管做什么动作，它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姿态，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但是因为它的中段没有使用硬质材料来连接它的前后掌，而且时代的中足位置并不像前几代一样跟前后掌是在同一平面上的，它在这一个位置稍微做了一点点内收和抬起，导致了它的中底过渡并不是特别出色，从后跟过渡到前掌会有比较明显的断层感，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是特别喜欢科比时代的最主要原因。跑动感受啊，真的比较一般。当然，它的前掌依旧还是一个偏向于稳定的设定，平整而且宽大，比较有代表性的外侧防侧翻角在这一代身上也依旧还在，而且这一代啊，对它外侧的这一个防侧翻角还进行了针对性的加强，在外侧加了一块碳板，防侧翻角这一个位置的强度啊非常非常高。很多其他带防侧翻角的篮球鞋，你们可能会担心它们会不会出现一些卷边之类的问题，那这一双鞋你们就完全不用担心了，完全没有卷边的可能性。不过也同样是因为这一个外侧的加强啊，导致了在我们做一些切入动作的时候，它的中底弯折会没有那么的流畅。不过在变向的时候，它的前掌弯折还是比较丝滑、比较流畅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的灵活，那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它的整一个中底的体验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风格倾向，适配性确实非常广，不管打什么位置，不管什么打法的球员都可以去选择它。但是如果你有明确的性能需求，比如说你想要拔群的滚动感、优秀的灵活性，那我相信啊，一定会有比它更好的选择。而在脚型适配方面，元年版本的科比时代在尺码方面啊，相对会有些偏小，鞋楦其实不窄，只是内长会稍微偏短一点。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双鞋我必须要穿43码才能有比较好的穿着体验。当年我也买过42.5，脚趾完全顶住，根本没法正常实战，即使是穿薄袜子也不行。如果今年的复刻版本在内部填充方面啊不会有任何缩水，那在选择尺码的时候，建议兄弟们也尽量去选大半码。科比时代的精英版本，不管是高帮还是低帮啊，他们的鞋面材质用的都是 Flyknit， 包裹的舒适度非常高，而且鞋楦宽度也比较适中，对于脚型的包容度非常广，只要不是超级大宽脚，都能得到比较出色的包裹体验。而且 Flyknit 这种鞋面材质，我在之前科比9代的视频当中就说过了，舒适度非常高，在磨合之后跟双脚之间的贴合度真的可以说是完美贴合。但是低帮版本在后跟锁定方面会存在着那么一点点小问题，因为后跟的鞋面相对会比较偏硬一些，在后跟触地的时候，后跟的鞋面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外扩，在这个时候后跟的锁定会显得没有那么出色。加上科比时代它的后跟外侧形变空间相对会比较大一些，在一些极限情况下，它的后跟稳定性会有点不太够用。如果你没有出色的脚踝力量，那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伤病，这一点大家在购买之前就必须要考虑清楚。除此之外，它在鞋面方面就基本上没什么可以挑刺的地方了，强度优秀，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动态贴合度也非常高，在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几乎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有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出现，只是后跟锁定啊，以及整一双鞋的斜角一体性，相比科比时代的高帮版本，低帮的表现都会稍显逊色一些。如果到时候高帮也会复刻，并且你对于这种超高帮的篮球鞋并不反感，那高帮版本的科比时代一定会是更好的选择。元年的高帮版本我也穿过，它的鞋帮舒适度会比9代的高帮来得更加的舒服，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了高帮版本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舒适度方面的其他的一些问题。
放心买就行，好吧？科比10 Elite Low 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级。科比时代其实我一直不是特别喜欢啊，虽然它有着全系拔尖的后掌缓震以及后跟触地感受，但是它后掌的气垫很容易出现鼓包和漏气，而且外底的抓地对于场地的要求也会比较高，再加上它不算特别优秀的后跟锁定和稳定性，以及不是特别丝滑的中底过渡，都是它比较明显的缺点和短板。我相信在科比时代即将复刻发售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不少人都以一代神鞋科比时代即将迎来复刻之类的话术来引导大家去进行购买。但是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科比时代即使能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它的性能也完全配不上神鞋的称号。而且如果真的要买，建议买高帮，体验会好很多。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